一只大型猛犬发起怒来究竟有多恐怖？你真以为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招架住这些恶犬的攻击吗？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被狗咬死的人数高达3万多人，仅次于毒蛇所带来的致命伤害。虽然大部分致命伤害都是狂犬病引发的，但其中也有很多起是被一些大型猛犬活生生给咬死的。这些大型猛犬虽然不是野兽，但其行为与凶猛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野兽。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最致命的5种恶犬。第5个，斗牛獒犬。这是源自英国的一种大型犬，它的肩高接近70厘米，体重可达110斤以上。这个家伙体型庞大，肌肉发达，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和护卫本能。它是斗牛犬和英国獒犬的杂交后代，最初主要被用来看守一些大型庄园。这种犬对待自己的主人非常忠诚，但对陌生人却特别不友好，一旦被激怒，很有可能会攻击人类。斗牛獒犬的头部很大，它具备强大的咬合力和攻击力，一旦遭到它的攻击，非死即残。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24年的7月份，一名美国的62岁妇女在自己的家中就被这种斗牛獒犬撕咬致死，而咬死这名妇女的斗牛獒犬正是她自己饲养的。所以请记住，天生就带有攻击性的獒犬和一般的宠物犬具有很大的区别。这类犬培育之初就是为了驱赶或者攻击入侵者的，它们并不适合当做宠物饲养。如果你没有饲养过烈性犬的经验，请一定不要盲目饲养。第4个，杜宾犬。这是原产于德国的一种中大型工作犬，它身材修长，肌肉发达，耐力和速度都极为出色。这种犬的肩高可达70厘米以上，体重可达90斤。虽然从视频里看上去它的体型并没有多粗壮，但实际走近后你就会发现它究竟有多凶悍。杜宾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护卫本能和领地意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领地或者主人受到威胁，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进行殊死搏斗。如果训练得当，杜宾犬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作犬，但相反，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训练，那么它也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杀人犬。因为在2013年的一项统计中，发现杜宾犬的攻击事件里有将近一半都是致命的，剩下的不是重伤就是残疾，非常危险。牧羊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德国黑背，说德牧是最致命的一种犬，很多人可能不信，但不管你信不信，这都是事实。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71年到2018年间，在美国的所有纯种犬中，德国牧羊犬造成的咬伤是最多的，其中有很多起都是致命的。虽然德牧的智力与工作能力都极为优秀，它们也能很好的服从人类的指令，但这种特点只针对它的主人有效，并且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犬种才行。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训练，那么德牧可能也会变成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恶犬。第2个，罗威纳犬。罗威纳犬也是原产于德国，它是古罗马獒犬的后裔。这种犬的肩高可达68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属于大型犬种，浑身肌肉发达，具备强大的咬合力和攻击力。它的咬合力高达280多斤，一口下去能轻易的撕裂我们的皮肉。这种犬天生就带有强烈的保护本能，尤其是当自己的主人受到威胁时，它会毫不犹豫的对敌人发起攻击。另外就是罗威纳犬是少数的具有领地意识的猛犬，它的控制欲望很强，一旦有其他狗靠近它的领地，它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欲望，包括人类在内。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让一只罗威纳犬臣服于你，那就千万不要盲目饲养。第1个，比特犬。毋庸置疑，比特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致命的犬，没有之一。比特犬是原产于美国的一种斗牛犬，它的体长约为65厘米，体重可达100斤。这种犬肌肉发达，性情凶猛，咬合力也大得惊人。它最大的爱好就是攻击各种动物。从2005年到2019年的15年时间里，单是在美国就有512人被狗撕咬致死，其中有60%以上都是这种比特犬造成的。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这种犬，千万不要靠近，因为这个家伙一旦对你发起攻击，后果会相当严重。眼前的这位22岁的女模特就是因为遭到了比特犬的攻击，才失去了自己的上嘴唇，非常危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马上要发财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比藏獒还要凶猛的大型犬都有哪些吗？你听说过鬼獒吗？老话说，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犬高如果超过4尺，称之为獒。那么獒究竟是什么品种呢？你知道吗？獒犬在形态和功能上都与普通的狗大不相同。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大部分的獒犬都有一个独立的遗传群体，这类的犬通常都具备非常凶猛的性情和巨大的体型。它们的头骨多数都是又大又笨重，嘴巴看上去又宽又短，耳朵通常也是下垂的。在全世界，除了藏獒，其实还有很多种比藏獒还要凶猛的大型猛犬，它们分布于各个国家，都在不同领域从事着不同的角色。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由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最凶猛的10种獒犬，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彪悍的巨型猛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藏獒。
毫无疑问，藏獒绝对是众多獒犬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这种犬的体型高大，性情凶猛，对待主人极为忠诚。它出色的战斗能力与威武霸气的外观，一度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神犬。但尽管如此，也少不了有人怀疑藏獒的实力。一獒战三郎的传言更是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那么藏獒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如果你亲眼见识过藏区纯种的藏獒，心里就会有答案了。要知道，真正的纯种藏獒是非常可怕的，它们虽然已经被人类驯化，但是野性尚存，除了对陌生人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有时候即便是自己的主人也不敢轻易的招惹它。这个大家伙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接近500斤，它可以轻易的咬碎我们的骨头，一旦遭到藏獒的攻击是非常恐怖的。对了，再有就是传说中的鬼獒，其实也是藏獒，只不过由于基因突变或者疾病，使得一些个别的藏獒毛色发白，眼睛血红，看上去十分凶残。这类的藏獒通常都是其他大型犬与藏獒进行杂交诞下的产物，一些毛色发白的杂交藏獒则被人们称之为鬼獒。鬼獒实际上是一种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产物，这种犬不但血统不够纯正，而且脾气也非常暴躁，并且极难驯化，一般人是根本饲养不了这种鬼獒的。第9个，那不雷斯獒犬，这是原产于意大利的一种大型獒犬。那不雷斯獒犬也叫纽波利顿犬，这种犬的肩高最高可达7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40斤以上。正如它的外表一样，那不雷斯獒犬是一种极其凶猛的猛犬，它粗壮的体型加上冷漠的表情，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种犬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人类用作战犬，随着军队在战场上进行厮杀战斗。它的性情勇猛，战斗力强悍，一旦对敌人发起攻击，就是不死不休。更可怕的是，这家伙还特别喜欢吃掉被他杀死的任何猎物，包括人类在内。正是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那不雷斯獒犬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被禁止饲养。在意大利当地，这种猛犬也只有黑手党会饲养，一般人是并不会拿这种猛犬当宠物饲养的。第8个，南非獒，这是原产于南非的一种大型獒犬。南非獒的肩高可达63厘米以上，体重可达160斤以上。它体型庞大，肌肉发达，骨骼结构也非常坚固，但是从外表看上去就足以彰显出它的凶猛程度。这种狗的胆子非常大，它善扑咬，爱打斗。在非洲，即便是野生的狮子跟豹子来了，南非獒也敢扑上去对其进行撕咬。虽然它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将狮子制服，但是却有足够的勇气去与狮子抗衡。但是这一点就足以碾压绝大多数的大型猛犬了。南非獒之所以胆子这么大，主要就是出于它的血统。很久之前在非洲，人类经常会遭到狮子与豹子这种野兽的侵袭。后来人们为了抵挡野兽的袭击，当地人就利用南非的土著犬与英国殖民者带来的斗牛犬进行杂交，最终才形成了这种大型的南非獒犬。要知道，早期的斗牛犬与如今的斗牛犬可大不相同。很久之前的斗牛犬性情凶猛，体型巨大，是真的可以用来斗牛的。再有就是南非獒对待主人以及家人非常忠诚，但是对陌生人却有极强的攻击性。如果你跟它不熟悉，请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南非獒虽然干不过狮子，但是它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赤手空拳的成年壮汉撕咬致死，这一点毋庸置疑，非常凶猛。第7个，巴西獒。这是原产于巴西的一种大型獒犬，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巴西菲勒。这种犬的肩高可达75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长有一个非常凶猛可怕的外表，震慑感极强。这种狗天生就有一项非常优秀的追踪能力。当它发现猎物时，并不是像其他的猎犬那样扑上去撕咬，而是将猎物困住，等待猎人的到来。正是这项能力，使得巴西菲勒在很久之前的奴隶制社会得到了很多奴隶主的喜爱。因为巴西菲勒出色的追踪能力，可以帮助奴隶主将逃跑的奴隶毫发无损地抓回去，并且还可以像监狱看守那样，时时刻刻地监视着奴隶们的一举一动。逃跑的奴隶一旦被巴西菲勒盯上，逃跑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在当时，这种狗一度成为了奴隶们的噩梦。另外，除了较强的追踪能力，巴西菲勒也是一种极其凶猛的獒犬。这种狗从小时候就需要精心的训练，如果不加以制约，长大后它不仅不能成为一条优秀的追踪犬，反而会变成一个极其可怕的恶犬。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训犬师，是很难完全驯服巴西菲勒的。第6个，阿根廷獒。阿根廷獒也就是阿根廷杜高犬。杜高犬是一种体型巨大、性情极其凶猛的大型猎犬。这种犬原产于阿根廷，主要都分布于南美地区。它有着非常均衡的身体比例和强大的咬合力。杜高犬的咬合力最高接近450斤，无论在打斗或者捕猎时，杜高犬都可以爆发出极大的力量。这主要都得益于它强健的肌肉以及和谐的身体比例。无论从速度上还是凶猛程度上，杜高犬都要碾压绝大多数的大型犬。有时候即便是藏獒这种猛犬，也无法轻易的战胜杜高犬。要知道，杜高犬在南美洲是帮助人类猎杀野猪以及美洲豹这种大型野兽的，这点是绝大多数的犬类都无法胜任的。而杜高犬凭借着超高的智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一度成为了人类狩猎野猪的好帮手。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当作搜救犬以及护卫犬饲养。
非常优秀。第5个，比利牛斯獒，这是一种原产于西班牙的大型獒犬，它的身高可达86厘米，体重可达150斤以上。它是一种非常大的獒犬，几个世纪以来，比利牛斯獒犬都在从事着看守羊群的工作，只需要4到5只比利牛斯獒就可以驱赶并保护上千只羊群。除了驱赶羊群，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帮羊群抵御狼的攻击。在西班牙，这种狗的脖子上通常都会带着一种带钉子的颈圈，这种颈圈可以很有效地抵挡狼的撕咬。再有就是这种犬虽然看上去比较友善，但实际上却非常凶猛，特别是对陌生人，警惕性会很强。这家伙一旦发怒会非常可怕，巨大的体型足以将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类扑倒在地，非常凶猛。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比利牛斯獒虽然体型巨大，但是食量却不大。中型犬的食量就足以支撑它那巨大的体型，无论从经济性还是实用性来看，比利牛斯獒都是一种绝佳的护卫犬。第4个，德国獒。德国獒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犬种，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大丹犬。这种犬的身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60斤以上。从远处看上去，这家伙就跟一头小毛驴一样，非常巨大。大丹犬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的丹麦，后来随着波斯商人和罗马的军队抵达德国，才逐渐的演变成今天的德国獒。它的名字也从之前的巨大的丹麦犬简化成大丹犬。最初这种军犬犬在德国主要是为了帮助人类狩猎野猪而饲养的，但随着猎枪等一系列高科技狩猎工具出现以后，大丹犬就从之前的猎犬转变为家庭伴侣犬了。这种狗虽然体型巨大，看上去比较吓人，但实际上它的性情却非常随和。它不仅容易训练，而且对待主人以及家人也特别忠诚。但尽管如此，它也并不适合大多数人饲养，因为大丹犬的体型巨大，它们需要充裕的生活空间。如果让它长时间活动在一些比较狭小的空间里，不仅对它的身体发育会产生影响，它的性情可能也会因此变得暴躁。另外就是无论是什么品种的犬，包括宠物犬在内，只要是狗都有可能会咬人，更何况是大丹犬这种巨型犬。要知道，这种巨型的狗一旦发怒，后果是极其危险的。第3个，日本獒。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也有属于自己的獒犬。日本的獒犬名叫土佐犬，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斗犬，专为打斗而生。它的体内融合了世界各地各种顶级猛犬的血统，其中包括斗牛犬以及大丹犬。不得不说，日本人在培养狗这一领域手段还是相当高超的。土佐犬是一种无声斗犬，这种狗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通过吼叫去震慑敌人，大多数时间里土佐犬都是非常安静的，即便是发起攻击时，这家伙也从不吼叫，多数情况下都是毫无征兆的就对敌人发起攻击。这也正是这种狗的可怕之处，不吼叫就代表不会给敌人发射危险信号，悄无声息的发起攻击就会打对方个措手不及。也正是因此，土佐犬在世界各地的斗犬锦标赛中经常会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另外就是这种狗并不适合当做家庭守护犬饲养，土佐的智商很高，这种狗非常记仇，它可以从主人怎么对待它那里学会怎么对待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你如果经常打它或者骂它，那么逐渐的它就会对自己的主人产生无视和蔑视的表现，严重的甚至可能对自己的主人发起攻击，非常危险。第2个，库达犬。库达犬也叫阿兰古獒犬，这是原产于印度的一种大型獒犬。这种犬的肩高最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80斤。在当地，人们将这种狗称之为恶霸库达犬。这种犬精力充沛，攻击性极强，且特别不容易被驯服。它的骨骼粗壮，肌肉发达，性情凶猛异常。无论是人或动物，只要不是它的主人，库达犬都会对其发起攻击。这家伙几乎与疯狗无异，非常危险。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库达犬多数只被用于参加各种竞技运动。平常人家一般很少会有人把它当作家庭宠物饲养，因为饲养这样一只凶猛的恶犬，就相当于将自己的生命时刻挂在它的嘴边一样，谁也无法保证它什么时候会对自己发起攻击。要知道，这种体型的猛犬是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成年人类撕咬致死的。第1个，英国獒。它是世界上现存体重最大的犬种，一只成年的英国獒的体重最重可达280斤。不过这种体重的比较罕见，大多数成年英国獒的体重也就在200斤左右。很久之前，这种大型猛犬也被人类带到战场上，当作战犬与人类进行厮杀。之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入侵，这种狗也被带进决斗场，与熊、狮子以及老虎和公牛这些大型野兽进行打斗。后来，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英国獒就逐渐的从战犬转变为工作犬以及家庭护卫犬饲养。英国獒犬与其他的大型獒犬不同，它的外表看上去虽然凶悍可怕，但实际上却很善良。它对待自己的主人以及家人会非常忠诚，但如果看到自己的主人遇到危险，那么它瞬间就会转变成为一个极为凶猛的恶犬。它会尽最大的能力保护自己的主人以及家人。最可怕的是，这家伙一旦对我们发起攻击，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拦不住它的，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狗究竟能不能打败狼？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狗有很多品种，狼也有很多品种，不同品种间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比如被人类当作宠物饲养的狗，毫无疑问是肯定战胜不了狼的，但那些被人类当作斗犬或者护卫犬饲养的大型猎犬却具有惊人的战斗能力。但总体来说，狼的体型、力量、速度、耐力以及咬合力通常都要比大多数的狗要更占优势。但在世界上也有一些经过特殊培育而成的大型猛犬，也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狼。这里的狗往往都性情凶猛，体型巨大，在一些地方甚至专为猎狼而生，战斗力相当强悍。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那些能与野狼相抗衡的10种大型猛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中亚牧羊犬。这是一种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犬种，它们起源于中亚地区，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羊群的守卫犬饲养，主要就是帮助羊群抵御野狼的袭击。中亚牧羊犬体型巨大，性情勇猛，它们的肩高最高可达9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200多斤。这种犬的祖先是几千年前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大型獒犬，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獒犬的痕迹逐渐褪去，但獒犬那种勇敢搏斗的精神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中亚牧羊犬身材魁梧，体型庞大，传说它们用眼神就能指挥羊群，对待其他动物具有很强的震慑力。你如果亲眼见过这种大型犬，一定会被它巨大的体型所震撼到。这种狗天生好斗，并且对其他的狗具有很强的支配欲，一旦有别的犬接近中亚牧羊犬，那么它极有可能会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欲。对待陌生人，中亚牧羊犬也非常警惕，你如果跟它不熟，请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这个大家伙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成年壮汉撕咬致死，非常凶猛。第9个，比利牛斯山犬。比利牛斯山犬也叫大白熊犬，这种犬起源于法国，几千年来它一直被当地的牧羊人用来守护羊群，抵御郊狼和熊的捕食。大白熊犬的体型庞大，力量惊人，它的肩高最高可达84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80斤。这种犬的皮毛颜色多数都为白色，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优雅。它是一种具有较强攻击性的犬种，对待陌生人可能并不友好。除此之外，大白熊犬还是顶级的猎狼犬和猎熊犬。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比利牛斯山脉与野生的郊狼对抗。这种犬的性情勇猛，力量惊人，它的全身都被厚厚的长毛所覆盖，这些长毛可以帮助它们免受野狼的撕咬。在一些地方，人们为了驱赶狼群，还特意给大白熊犬的脖子上戴上这种防狼项圈。有了这种项圈的加持，防御力和战斗力都会大大提升。虽然它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体型巨大的北美灰狼，但是面对一些郊狼还是有胜算的。第8个，卡斯罗犬。这是一种来自意大利的大型獒犬，卡斯罗犬也叫意大利獒犬，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多用途工作犬。这种犬的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拥有非常强大的咬合力和非凡的勇气。这种狗性情勇猛，韧性十足，它具备非常优秀的耐力与打斗能力。在古罗马时期，卡斯罗曾经还在古罗马军队中服役，跟随军队到战场上厮杀，非常勇猛。这种狗非常聪明，也很容易训练，但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脾气比较倔强。它们一旦发起攻击，往往都是血战到底，不死不休，直到将对方彻底制服才肯罢休。另外，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多用途工作犬，是因为卡斯罗除了被人们用来打斗，还被用来狩猎野猪和其他野兽。它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不惧怕任何威胁，即便是野狼，它们也毫不畏惧，非常凶猛。第7个，库达犬。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大型猛犬，在当地人们将其称之为恶霸库达犬。这种犬的肩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可达100斤以上，它的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性格非常凶猛好斗，并且非常不易被驯服。这种狗主要都分布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地区，在当地主要被人们用来从事各种斗犬活动。库达犬的身上一多半都是猛犬和斗牛梗的血统，因此导致它的性情异常凶猛，攻击欲望极强。体格子不强壮的人是根本控制不住这种大型猛犬的。另外，库达犬的咬合力也很强，它们可以轻易的咬碎骨头和撕裂其他动物的皮肉。如果1对1单挑的话，对付一些草原狼基本不在话下，但要换作北美灰狼就不行了。这里提醒一下，北美灰狼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狼，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犬科动物。无论什么品种的狗都是无法与北美灰狼相抗衡的。第6个，南非獒。这是原产于南非的一种大型獒犬，这种狗体格子庞大，性情勇猛，善扑咬，爱打斗，对主人极其忠诚，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护卫犬。南非獒犬的肩高可达6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斤。
它的骨骼粗壮，肌肉发达，攻击性极强。这种狗之前在南非地区主要帮助人类抵御狼、狮子和豹子这些野兽的侵害。南非獒拥有强大的咬合力，面对一些危险的野兽时，它们会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本能。有时候即便明知道打不过对方，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主人免受伤害。它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猛犬，对待主人极其忠诚，但对待陌生人具有敌意。所以你如果与它不熟，千万不要盲目的靠近它。第5个，藏獒。在了解藏獒之前，我们首先要将平原地区的藏獒与高原地区的藏獒区分开，因为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獒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藏獒两者的性情差异很大。真正的高原纯种藏獒实际上是极其凶猛的，而平原地区的藏獒由于生存环境不同，身体的各项机能也会有所差异。藏獒这种猛犬体型巨大，性情勇猛好斗，它是少数的一种野性尚存的犬种，领地意识很强。一头成年的纯种藏獒的肩高最高可达8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50斤，它的咬合力更是高达500多斤。藏獒的战斗力很强，在西藏地区，它既可以单独狩猎，也可以像狮子那样群体协同狩猎。它们的狩猎对象小至老鼠，大至狼、豹子，甚至是熊这些大型野兽。在高原地区，白天人们通常会把藏獒拴起来，到了夜晚放开，任由它们自己去觅食。几千年下来，这种管理方式使得藏獒有了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慢慢的就导致它们在白天嗜睡，到了夜晚才会变得机警和兴奋。再有就是关于藏獒能不能打过狼这个问题，答案是可以的。一獒战3狼的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但前提要取决于什么品种的狼。还是那句话，如果是生活在北美的灰狼，藏獒肯定打不过，但要换作与其一同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藏狼，那么藏獒还是有胜算的。第4个，爱尔兰猎狼犬。这是一种原产于爱尔兰的大型猎犬，它的肩高可达90厘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从远处看上去，这种犬的身体修长，貌似并没有多强壮，但正是它修长的身材，才为自身提供了极佳的运动能力和速度，使其成为了一种高大的奔跑型猎犬。单从它的名字就不难看出，爱尔兰猎狼犬是一种专为猎狼而生的猎犬。这种狗外表温和，但在捕猎时却会表现得非常强悍且凶猛。在18世纪之前，它们经常被人们用来捕猎野狼以及野猪。后来随着当地的野狼数量减少，这种犬的数量也随之降低，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到了19世纪，一名英国人用苏格兰猎鹿犬与爱尔兰猎狼犬进行混合改良，才使得这个品种保留下来，从而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猎狼犬。如今的猎狼犬早已失去了捕猎的本性，多数都被当作伴侣犬饲养。第3个，高加索牧羊犬。这是一种原产于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超大型猛犬，它的体型比灰狼还要大。这种犬的肩高可达85厘米，体重最重接近200斤。从外表看上去，给人的压迫感极强。它长有一身浓密的毛发，能够适应极其寒冷的环境。这些厚厚的毛发除了可以御寒，还可以抵挡各种野生动物的袭击，特别是狼。高加索这种犬拥有超强的护卫能力，对待自己的主人极为忠诚。在很久之前，它主要被当地人用来看守羊群，免受狼的侵害。这种体型庞大的狗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在野外即便是碰到野狼甚至熊，高加索也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这个大家伙除了忠诚，剩下的就是勇猛。据说在2战时期，人类曾利用高加索忠诚勇猛的特征，将其派上战场炸坦克、当看守以及巡逻。战争结束后，这种大型猛犬才逐渐的流向普通家庭，转变为护卫犬饲养。第2个，杜高犬。杜高犬也叫阿根廷獒犬，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大型獒犬。在20世纪初期，主要被人们用于狩猎野猪、美洲狮以及美洲豹这类大型野兽。杜高犬的身体比例非常协调，它浑身充满肌肉，走起路来步态轻盈，敏捷性很强。这种犬的肩高最高接近70厘米，体重一般都在90斤左右。虽然对比以上那些大型犬，杜高犬的体型似乎并不占优势，但真要打斗起来，杜高犬的凶猛程度与战斗力却丝毫不逊色于比它体型大的犬。要知道，杜高犬最开始就是专门用来狩猎大型野兽的，就好比比特犬一样，天生就是用来打斗的。这一类的犬往往都具有非常强悍的爆发力，它们的力量和敏捷性都要比一般的犬要强得多。如果在1对1的情况下，杜高犬在力量和斗志上都要比一般的郊狼更占优势。但如果面对的是北美的灰狼或者一群狼，即便是最强壮的犬种也很难取胜。第1个，坎高犬。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被誉为国宝的猛犬，它在土耳其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坎高犬原产于土耳其，这种犬性情凶猛，战斗力极强，据说它有不战而退敌之功。一般的小偷和入侵者见到坎高犬，一般都会望风而逃。
这种犬的肩高可达1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斤以上。一只血统纯正的砍高犬能够独自抵挡豺狼、豹子，甚至是熊这类大型野兽。与其他大型护卫犬一样，砍高犬也具备很强的打斗能力和护卫本能，特别是打斗能力。早在13世纪时，它就被人类带到战场上进行厮杀，期间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砍高犬在土耳其一直被当作主力部队使用，直到冷兵器时代结束，随着一系列的现代武器出现，这种大型猛犬才逐渐的分散到民间，并从之前的军犬转变为如今的牧羊犬。到了近代，真正血统纯正的砍高犬已经非常罕见了，只有在一些贵族以及军事世家的后裔那里留有少数血统比较纯正的砍高犬。市面上大部分的砍高犬多数都是杂交后代，你如果亲眼见过纯种的砍高犬，就知道这种狗究竟有多威猛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头点个赞，谢谢。